一个6年未使用的手机突然响起，竟引起了军方高层的重视。正在演习的特种部队直接进入备战状态，不仅武之机弹弹支援，坦克装甲车还大批围追。高飞城市，甚至快递都蓄势待发，一切只因你在为中国研发太空电梯成功之际，小女孩打了你的电话，向你发出了求救声。而小女孩听到了你的声音之后，突然哭了起来。爸爸救我！有人欺负豆豆，我好想爸爸呀！听闻啪嗒一声，手机从你手中脱落，砸在了地上。这一瞬间，你整个人先是一颤，然后恍恍惚惚，一大串记忆涌入脑海。难道是他？6年前，你在艾昆市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在咖啡厅里邂逅了一个名为柳如烟的女孩。只是那时候你并不知道她后来怀孕。后来西方恐怖阵营得知了你即将加入太空电梯计划，便派出了大量的特工进行暗杀行动。你就在柳如烟面前身中掉落了大海中。当你再次醒来时，时间已经是3个月之后。苏醒之后，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联系柳如烟，而是删除了和她所有的联系方式。你担心自己遭遇的暗杀行动会连累了自己心爱的人。你以为自己只是和她相处了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她，她应该早就有了新欢。殊不知，在你离开之后，柳如烟就怀孕了。虽然她以为你早就已经死，但是她并没有打掉孩子，反而独自一人将女儿抚养长大。她还将你的遗像摆在家里，总是对着遗像偷偷抹眼泪，还将你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遗像背面，可是却从没有向你打过电话。此刻你无比心痛，僵硬在原地，像是失了魂一样。突然，你身子一颤，猛地吐出了一大桶鲜血，喷洒在刚刚签署好的文件上。秦总指挥，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快来人！回去，现在就要回去！快给我准备最快的飞机，我要回去救我的女人！快！我兢兢业业为了这个国家而奋斗，可却没有保护我的老婆和女儿，我真该死！你的声音低沉嘶哑，仿佛来自9幽地狱。说完，你就撕扯着脱下了身上的工作服，冲出了地下研究基地。老婆，女儿。龙国科学联盟首席指挥长运芳华张了张嘴，一脸惊愕。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神情冷酷，立刻联系上级，将这里的情况汇报上去。妈了个巴的，那些家伙干什么吃的？秦指挥有亲人，这件事情为什么没人报告？地下研究基地中，20多位科学泰斗神色都是愤怒无比。秦总指挥为了龙国殚精竭虑，默默坚守在这片荒凉的无人区中，现在他的妻女竟然受到了迫害，面临生命危险，到底是谁做的？胆大包天！几分钟后，无人区军方办公室内，一位军官拿着对讲机喊道：“全体集合！”整个无人区被封锁的1500多平方公里，上万名客枪实弹，镇守在这里的士兵齐齐站起身，朝着目标地点汇报。就在刚才，我得知确切消息，秦总指挥的妻女正在遭受死亡迫害，在艾昆市，他们母女2人正在被坏人殴打。我们能忍吗？不能忍，绝不能忍！请部长下令吧，该怎么做，我们绝不含糊。这一刻，上万名士兵全都咆哮起来，血性被激发。所有执行任务的飞机全部停飞，调集超音速战斗力，务必让秦总指挥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艾昆市，挑选5000精锐，乘坐武装直升机及其他机型，为秦总指挥保驾护航，务必保护好总指挥和他的家人。明白。所有士兵眼眶通红，大声咆哮。在工作人员最快速度的安排下，你已经坐在了一架超高音速的战斗机中。在你乘坐的这架超高音速战斗机后，还有整整6架超高音速战斗机护航，跟随艾昆市三王村一处明珠房内。潮湿的地面上，狼狈不堪的柳如烟就那么瘫在地上，她被打得鼻青脸肿，眼角不断有泪痕滑落，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面前墙壁上的黑白照片。周围10多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的壮汉将柳如烟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刀疤脸冷笑着说道：“见女人就是见女人，铁脸不要脸！知道我们白少是什么身份吗？能被白少看上，是多少女人求之不得？你这个竟然还敢拒绝！”柳如烟的目光依旧在看着墙上的黑白照片，随后嘴角勾勒起来，竟露出了一道笑容。秦阳，要是你活着多好！自从与你相遇，我此生就认定你了。即使我未婚先孕，被柳家逐出家门，我也从不后悔。白家豪那个畜生，眼见被我拒绝，便使出下三滥的招式，让我欠下高利贷，想要以此逼我就范。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吧？死了能够见到你吗？秦阳，6年了，我好想你啊！柳如烟就那么盯着墙壁上的照片，怔怔入神，看着他好像真的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秦阳正朝着他走来，脸上带着笑意。你他娘的耳背是吧？老子问你话呢？见柳如烟不说话，刀疤脸壮汉直接一巴掌抡了过去。你女儿在我们手里，想让你女儿活着，就老老实实的听白少的话。你这样的贱美，你以为白少真的喜欢你了？等他玩腻了，自然会放过你。对，那600万也得还上。无耻！我根本没借过他1分钱。你说的可不算。白少说了，时间就是金钱，他前前后后追了你1年多，这都多少钱了？600万，白少那是心疼，你明白吗？再说了，我记得你是柳家人吗？你们柳家这么有钱，600万算什么？角落中被绑起来的豆豆突然大声喊道：“妈妈不要害怕，我和爸爸打了电话，爸爸马上就要来救我们。”
妈妈不要害怕，我和爸爸打了电话，爸爸马上就要来救我们。你说什么？柳如烟本来无神的眼睛顿时绽放青芒，扭头看向豆豆，不过很快她的神色又再度黯然了下去。那个她心爱的男人早在6年前就已经死。妈妈，你骗人！爸爸明明没有死，他还活着。爸爸声音可温柔了，他说马上就回，让我们不要怕。爸爸，呵呵，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有，在艾坤市，白家说1，谁敢说2？我们走。不要带走我妈妈，不要带走我妈妈。看到柳如烟被带走，豆豆大声哭泣。妈妈，你不要怕，爸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秦阳，他真的会来吗？柳如烟娇躯猛地一颤，清丽的面容上2行清泪流露。艾坤市市治安署署长江景明正在处理公务，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看到来电号码，江景明连忙站起身来。领导，很快，电话另一边一阵焦急的声音响起：江景明，你摊上事了呀？我兢兢业业，老老实实的，能摊上什么事？领导，什么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爱坤市下辖的三网村有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女人在那里租房。不久前，有一伙神秘人闯入柳如烟家里，殴打柳如烟母女，惊动了柳如烟背后的大人物。三王村私闯民宅打人，这都是什么跟什么？闻言，江景明顿时懵逼了。严格来说，这件事情倒也称不上大事，不过能惊动上级领导，因为这种事情亲自向我打电话，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大事情？看来那个叫柳如烟的女人来头不小了，这得是什么样的背景？江景明，现在我命令你暂缓手中所有工作，全力调查处理这件事情，立刻调集爱坤市所有武装力量，全部荷枪实弹，面对嫌疑人无需请示，直接击毙，务必要保证柳如烟母女2人安全，明白吗？这件事情你要是处理不好，署长这位子就趁早滚下来。电话很快就挂断。听完，江景明面色瞬间严肃起来。那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竟能让领导下达这样的指示？这简直要吓死人了！江景明瞪了一眼旁边的下属，还愣着干什么？立即出警！谁知旁边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要动身的打算，而是低声说道：“署长，冷静，冷静啊！署长，眼下咱们还是静观其变为好。静观其变？你是想害老子是吧？”江景明怒气冲冲，这可是上级领导亲自下达的指示。柳如烟是柳家人，而且是柳家的长女。柳家？你是说那个柳道汽车的柳家？正是，只是很可惜，在6年前，柳如烟就因为一桩丑事被驱逐出了家族，据说是未婚先孕。未婚先孕，那为何要静观其变？那署长可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白家。这件事情在整个爱坤市都传开了，白家的白家豪少已经追了柳如烟1年多了，现在看来是已经不耐烦了。柳家的实力固然强大，但是在白家面前又算了什么？而白家我们是万万得罪不起呀。原来如此，江景明有些庆幸，还好有下属的提醒，这要是直接行动，那岂不是说就得罪了白家？白家在爱坤市实力强大，势力盘根错节，是真真正正的土皇帝。在商业上，白家是巨无霸；而在政治上，白家同样也是牢牢把控着爱坤市的政治命脉。这样一尊大佛，岂是我一个署长能够搬得动？领导啊，领导，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办公桌前，江景明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首先，他肯定是不能下场，可是他也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柳家也是不能得罪。思来想去，江景明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吧，你安排2个警员去那个什么三王村走一遭，看看去，让他们注意点，事情不能闹大，知道吗？是，署长，我这就去。下属很快便离开了办公室。江景明深呼了一口气，只觉得有些庆幸。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柳如烟背后的背景并非是柳家，而是整个国家。另一边，燕京此刻在某部门部长办公室内，陈部长将手上的书扔在地上，阴沉着脸怒吼：“我们龙国号称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而我们则是掌控着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治安署执法权。但是奋战在第一线的顶尖科学家的家人，竟然受到了生死危险，可笑吗？太可笑，简直太可笑！你告诉我，都是怎么办事的？还有爱坤市的治安署署长是吃干饭的吗？一个小小的爱坤市治安署都管理不好。”旁边的副部长瑟瑟发抖。刚才我已经和中海省的李厅长通过电话，并且告诉了他事情的严重性。无论如何，在秦总指挥回来之后，必须将事情妥善处理好，保护好他的家人。相信李厅长已经和爱坤市的治安署长打过电话。这样不够。陈部长摇了摇头。安排好飞机，我现在要亲自去一趟爱坤市。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中海省省厅办公室中，李厅长扶着脑袋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神情焦急。不久前，他竟然接到了燕京城中副部长级别的大人物打给他的电话，这还是他自上任以来第一次。很显然出了大事。就在李厅长一脸懵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刚拿起电话，另一边很快就有一道十分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李厅长，我是陈瑞。”陈部长。李厅长心中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只感觉身体都在颤抖。这一次竟然是陈部长亲自打来的电话。陈部长是谁？那可是整个龙国治安署系统最高级别的大人物。
客套的话就不说了。关于艾坤氏、柳如烟母女的事，你亲自去解决了吗？我……厅长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看来你并没有亲自去解决，你为什么没有亲自去解决这件事情？陈部长咆哮怒吼，李厅长慌张的腿都软了。陈部长，这件事情我已经通知了艾坤市治安署长，告诉他事态严重，务必处理好。陈部长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火气，怒声吼道：“李厅长，柳如烟母女最好平安无事，不然你的任期就到此为止了。”李厅长，柳如烟母女最好平安无事，不然你的任期就到此为止了。明白了，陈部长，我现在马上安排。晚了，实话告诉你，这一次前往艾坤市进行营救工作的，可不止我们治安署系统，就连军区也参与了进来。算算时间，那些荷枪实弹的军人，估计已经开着坦克和装甲车上路。另外，就连我也正准备坐着直升飞机直飞海岛。所以，李厅长，你好自为之吧。这一刻，李厅长直接瘫软在地。这是什么情况？要不要这么夸张？纵观龙国成立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个柳如烟到底是什么通天的背景？突然，一阵密集沉重的敲门声响起。李厅长，不好了，出大事了！刚刚接到海岛军区通知，他们的一支坦克和装甲部队正在朝着海岛市行进，需要我们这边协助做好道路肃清工作。另外，在海岛市的正南方，不久后会有一组战斗机群飞来，预计降落在海岛机场，要求您做好治安署工作，哪怕调动整个海岛的所有警力，也务必要保证来人的安全。听着手下的话，李厅长只觉得两眼发黑，几欲昏厥。你最好没有给我将事情办砸。他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话就打了过去。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可几个电话打出，电话中一直传来的战线提示让他越发急躁。备车，赶紧备车，留下一些值守的人员，其余人都跟我去海岛。此刻，近乎全国的目光都汇集在了海岛，而处于风暴正中心的艾坤市治安署署长江景明正坐在办公室内，拿着电话和对面的人寒暄着。这一通电话正是给艾坤市白家的人打去的。虽然对方并非白家的一把手，仅仅只是白家的一个管家，在他心里，这件事情还是要和白家说一声的好。徐管家，事情就是这样，您看方不方便和白少沟通一下，让他暂时稍稍收敛，不对，是低调一些，不然上面再打电话过来，我也很为难了。为难？既然你觉得为难，那要不我跟家主建议一下，艾坤市局的位置换个人来做。徐管家，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上面的领导。话刚说一半，就被对方打断。别跟我提什么领导，在整个海岛，我们白家就从没怕过水，就算是海岛的1号人物，见了我们家主也要礼貌相待。可能是觉得自己语气有些重，徐管家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再说了，以白海少爷的脾气，他看上的女人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只是那贱女人竟然敢拒绝，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白家岂不是要被人笑话？可我听说白少爷差点闹出人命，而且上面领导打电话说这件事已经惊动了柳如烟身后的背景。人命？区区几条人命算什么？大不了赔点钱，就算是几千万，哪怕几个亿，我们白家也花得起。至于背景，我没听错吧？在海岛和我们白家讲背景，除非那女人能搬来整个海岛的高层，那到时我们白家兴许还会给她几分面子。可这可能吗？江景明琢磨了一下，觉得有几分道理。您说的对，不过最好还是不要闹出人命好，毕竟上面也关注。行吧，既然惊扰到了上面，也算是那女人运气好。回头我和白海少爷说一声，劝他尽量不要闹出人命。不过柳如烟的那个小野种必须在海岛消失，我们白家可以大发善心，留那野种一命，但是要打断手脚，送到孤儿院去。我们白家可以大发善心，留那野种一命，但是要打断手脚，送到孤儿院去。江景明苦笑一声，他明白以白家的霸道，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只是可怜了那个小女孩，让你派2个人去看看情况，有人去了没？已经安排妥当，署长也只能帮你们到这了，你们就自求多福吧。艾坤市北郊机场左右各有3架超音速战斗机部，中间的那架如展开的利刃般破开云层，此时正朝着海岛机场最东侧的跑道降落而去。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来了几架战斗机？他来不及思索，一边嘀咕一边抄起对讲机。所有人注意，肃清第2跑道，肃清第2跑道，塔台，给我通知所有机场，不管是准备起飞的，还是即将降落，统统给我等着！所有人不管在做什么，优先为战斗机让路。负责人拿着对讲机，急匆匆地吼了几句后，便夺门而出，朝着楼下跑去。刚跑出机场航站楼，他便看到几辆带着上百名士兵军用卡车停在了航站楼。为首的那名士官正对着身后剩余的战士大吼一声：全体都有，跟我一起去迎接首长。负责人浑身一颤，连忙小跑的凑了上去。杨连长，这是什么情况？真是哪位首长来到咱们海岛的吗？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做个准备啊。是老钱，你来的正好，赶紧安排一辆加满油的直升飞机。首长有要紧的事情。没问题，我这就安排。不过你多少也给我交点底，到底是哪位首长？
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恐怕整个海岛军区都动了起来，全部在为这位首长服务。原因嘛，听说好像和这位首长的家里人有关，再加上海岛的警备人员竟然无法调动，所以海岛的军区总司令说了，既然警务人员使混不动，那就让咱们军方行动起来。机场负责人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和好奇。这艾昆市是谁这么胆大？得罪了这个神秘的首长不说，还让海岛的军区总司令亲自下令派出军方力量，还有那句调动不了当地的警务人员，艾昆市要变天了。伴随着响彻整个机场的轰鸣声，战斗机终于降落。当战斗机舱门打开后，你快步走了出来。这位就是首长了，比想象中的年轻好多。敬礼，首长好。身后几十名战士整齐划一的抬起手臂，齐齐吼道：“首长好！”你没有心情和他们寒暄客套。给我准备交通工具，快！我要去三王村。报告首长，机场内已经安排好了直升机，随时可以起飞，请首长跟我来。这时，战斗机上随行的士兵以及飞行员已经全部完成了集合。他们将配枪上膛，把秦阳护在最中央的位置，然后快速跟着杨连长远去。机场的负责人看着这一幕，直接懵了。士兵跟首长走了，还能理解，但怎么飞行员也走了？这战斗机不要了吗？领导，这飞机怎么办？这可是战斗机呀，你们不开走啊？一名战士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向负责人，低声解释了一句：“飞机不重要，哪怕是丢了也不碍事。但大部队尚未赶到，我们这些人眼下全部都是秦队的警卫连。超音速战斗机虽然速度快，但却不能乘坐太多的人。至于更多的北疆战士，暂时还未到。”机场负责人倒吸一口凉气，他跟在了这些人的后面，震撼莫名的看向正登上机场直升机的秦阳，心里猜测着他的身份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飞行员无疑不是国家的宝贝。可现在倒好，这些飞行员二话不说，直接抛弃了他们的战斗机，充当起了警卫员的身份，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可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事一样，拿起对讲机，焦急的大喊起来：“快来些人，给我将 B2 跑道封堵起来！这是战斗机，严禁拍照。另外再找几个人过来，24小时进行值守，严禁任何人靠近。”等秦阳登上了飞机后，从北疆来的飞行员走上前，拉开舱门，面无表情的说道：“请立刻离开！从现在开始，这架直升飞机由我们军方征用了。”不是，这架直升机是国家最新研发的，你们可能不熟悉。飞行员微微皱眉，加重了语气：“请立刻离开！”机场的直升飞机驾驶员见对方如此态度，只能乖乖从机舱里离开。杨连长也带了几名对海岛本地较为熟悉的战士钻入了直升机内，然后对其他人大喊道：“你们现在就朝三王村出发，我跟首长坐直升机过去。”随后直升机启动，轰隆隆的声音响彻机场，在升空后宛若离弦之箭般朝着三王村飞去。秦阳看着下方几乎没怎么变化的海岛时，他的眼泪便止不住的流淌。如烟，等我，我来了。豆豆，爸爸回来了，你们都要记住，所有欺负过你们的人，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血的代价。三王村村委的破败民房内，屋内光头壮汉正一脸狞笑地走向坐在地上的豆豆。这时，门外却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兄弟，这是什么情况？”门外的黑衣壮汉微微皱眉，上前两步拦住江景明派来的2名警员。白少的事情，少知道的好。明白，白少的事情自然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接到举报后，例行公务来这里走个过场。不过有件事，顺便和你们说一下，最好还是不要闹出人命，因为这件事已经引起了上面的关注，你们就不要下太重的手了，省得到时候不好脱身。壮汉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他们只是打手，如果真出事了，上面要是决定严查，那白家肯定会弃车保帅，将他们交出去。我想想。而就在这时，屋内的豆豆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趁着光头大汉站在窗边观察外面时，一把推开房门跑了出去。叔叔，救命！治安叔叔，救命！救救豆豆！小姑娘，别着急，怎么了？这时，黎洛带着满脸和善蹲下身子，豆豆脸颊上的红肿颜色越来越深，他手中还死死地攥着爸爸的照片，并抬手指向那2名大汉。治安叔叔，他们不仅把我妈妈抓走了，还想杀了我。啊，是这样。可是小姑娘，你有没有证据呢？要是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他们2个是坏人，那叔叔也帮不了你哦。好了，快回去吧，叔叔还有公务要处理，也要走了。叔叔不要走，救命啊！叔叔，他们真的是坏人，豆豆没有骗你。叔叔，我求你了，救救豆豆，救救妈妈吧！别杀我，我是白家的人，我还有用，你也是要脸面的人，杀了我，您肯定会被连累。叔叔不要走，救命啊！叔叔，他们真的是坏人，豆豆没有骗你。叔叔，我求你了，救救豆豆，救救妈妈吧！伴随着哀嚎，眼睁睁地看着黎队长带队离开，那一瞬间，从一个5岁小女孩的眼中，罕见地流露出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绝望之色。小丫头片子，胆子倒是不小，竟然还敢跑。不过你算是走运了，有人交代过要留你一命，但你的手脚可是保不住了。嘿嘿，以后等去了孤儿院，不许再提你妈妈的名字，听清楚没有？光头大汉举起擀面杖，猛地凌空挥动几下，豆豆攥着爸爸的照片，满脸惊慌地朝后退去。我在问你话呢，听清楚没有？回答我！光头男又是一声厉喝，他上前几步，蹲在豆豆面前，抬手一下下地拍在豆豆那肿胀未消的脸颊上。
不要打豆豆，豆豆害怕。爸爸你在哪里啊？你怎么还不来救豆豆啊？光头男满脸冷笑，看了一眼被豆豆死死攥在手心的照片。小野种，别说你爸爸不会来了，就是他来了，白家的人也不会放过他。白少看上的女人，怎么允许他还有别的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要是传出去，那岂不是笑话？他眼中闪过一道厉色，手中的擀面杖缓缓举起，轰隆隆。但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阵轰鸣声，朝着这里席卷而来。云层中，一架直升机迅速从天际垂落。豆豆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偷偷的昂起头颅，眼中带着希冀，朝着窗外看去。会是爸爸吗？妈妈说爸爸是大英雄，等我长大了来和我们见面。直升机下降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后，在空中悬停着。直升机上，秦阳仿若心有灵犀般朝着那处破败平房的窗口望去。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满脸脏污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张着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正带着满满的希冀和期望看向自己。看着看着，秦阳余光突然发现了另外2名黑衣大汉，一位双手怀抱堵在门口，愕然地看向直升机，而另一位正站在豆豆的另一侧，站在屋内的阴影处，且力气未消的拿着长长的擀面杖，正如屠刀般高高举起。秦阳也顾不上豆豆能不能听，只是一把拉开舱门，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那是我的女儿，你怎么胆大？住手！”豆豆快躲开！而同行的另外几架直升机，此时已经将飞机降到了离地方3米的距离。杨连长也隐约看到了屋里的2个人物。该死啊！秦阳是能引领国家迈出一大步的关键人物，可现在他保护着国家，而他们这些保护人民的军人却没能顾好他的女儿。你们真该死啊！7连的战士们，下面是秦长的女人，现在正在被贼人迫害，跟我下去保护秦首长的女儿！一声怒吼，杨连长背起配枪，便从打开的舱门一跃而下。其余的战士们都没有犹豫，一起从舱门处跃下，砰砰砰落地后，朝着平房处冲了过去。快，先给秦队放下绳梯！伴随着怒吼，一道道人影再次跃下，这些人纷纷打开了配枪的保险。而此时的平房前，包括之前在屋内的光头男也来到了门外。在看到眼前的一幕幕后，他们整个人都懵了，不敢有丝毫妄动，只是双眼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被10几根黑漆漆的枪口瞄准，几个士兵粗暴地将他们按在地上，不敢有丝毫反抗。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豆豆也呆住了，因为他好像看到有一个叔叔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你是爸爸吗？豆豆坐在地上，撑着脑袋，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满脸泪痕朝自己快步走来的男人。在看清他的长相后，突然大喊一声：“爸爸是你吗？爸爸，真的是你从天而降回来救我们了！”豆豆眼中泛起泪花，连忙从地面爬起，似是乳燕投林般朝着门外的秦阳奔去，依偎在秦阳的怀中，像是个树袋熊一般紧紧地抱着秦阳。爸爸，爸爸在哪？秦阳低声抽泣着，他懂事和依赖自己的样子让秦阳心疼无比。对不起，都是爸爸的错，对不起，都怪我不好，我没能早些知道你们，都是我的错，都怪我。这一刻，秦阳无比的悔恨和懊恼，面对自己的女儿，他除了道歉以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爸爸不哭。豆豆抬头，用他那娇嫩的小脸蹭掉秦阳脸颊上溢出的泪水。爸爸是超级英雄，不能哭。秦阳点点头，强忍着泪水，挤出一丝笑容，看向怀里的豆豆。突然，他看到了豆豆半边脸颊上的红肿。那你告诉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还痛吗？豆豆从秦阳的怀中抬起头颅，然后伸出小手，将那张一直攥在手中的照片递了出来，嘟起嘴巴说道：“是这个爸爸的照片，他们想抢爸爸的照片，但豆豆不愿意，所以他们就打了豆豆一巴掌。不过豆豆没有放弃，因为这是爸爸唯一的照片，豆豆必须保护起来。”照片上是当初秦阳和柳如烟一起爬山时在景点拍下的照片，也是他唯一留给柳如烟的照片。这些话宛若产生了回应一般，在秦阳的脑海中不断传来回响。他刚被柔情填满的双眼再次布满了怒火与仇恨。该死的，不管是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等着吧，我哪怕把整个海岛翻个底朝天，也势必要将你们连根拔起。豆豆，把耳朵堵上，然后在屋里等我一会，暂时别出来。好的，爸爸。说着，豆豆捂住耳朵，听话的站在原地。秦阳则独自来到了门外，他面色阴沉的看向那2名黑衣壮汉，告诉我你们的来历。说着，他侧头看向杨连长。枪。杨连长微微纠结，首长，别脏了您的手，我们可以替你。枪。是。接过杨连长的自动步枪，熟练的上膛压弹。接着他抬起枪口抵在那名光头男胸口。我再问一遍，来历。光头男似是察觉到了秦阳的情绪不太稳定，急忙说道：“这不关我们的事啊，首长，我们都是给白少爷办事的。再说了，你女儿现在不是也没什么事吗？要不您就把我们放了吧，毕竟这是法治社会，杀人也是不小的罪名。而且我们白家在海岛的势力也不是可以小觑的，相信首长您应该也知道一些。”我再问最后一遍，柳如烟呢？他被带走了，因为白少爷看上了他。秦阳的枪口再次缓缓提高，这下直指光头男的额头。光头男吓得瘫坐在地上。别杀我，我是白家的人，我还有用，你也是要脸面的人，杀了我，您肯定会被连累。不，您不能杀我，我是白少的人。废话真他妈多。放好弹夹后，秦阳面色阴冷，再次扣动了扳机。该你了，别杀我！我要让这座城市内所有和这件事相关的人物都付出血的代价。屋内，秦阳发泄完毕，将乖乖站在原地等他的豆豆抱起来。他捂着豆豆的双眼，等迈过门口的血腥场地后，低声说道：“好了，可以张开眼睛。”
但是千万不要回头。身后杨连长等人快步跟了上去，一边朝前走着，杨连长一边忧心忡忡地编辑出了一条短信，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汇报上去。当然他的意思不是打小报告，而是通知上级做好善后工作。旁边飞行员突然没头没脑地低声道：杨连长，你之前的开口是想亲自下手替秦队抗下杀人的处分吧？是啊，毕竟咱们这么多人跟着，受处分这种事情总不能让秦队亲自承担吧？不会的，区区2条人渣的性命而已，你想多了。我可以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这一次秦队哪怕是将整个海岛给翻个底朝天，也不会有丝毫的处分背负，因为秦队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龙国，而龙国也必然不会负扛。不管挡在前面的是谁，有什么恐怖背景，只是秦队需要龙国的无数战士，哪怕付出生命，也必将那些人斩杀于秦队面前。杨连长被惊到了，震撼地看着前方的背影。飞行员也同样朝着秦阳看去，只是不同的，他的眼中是崇尚。护国功臣怎能轻辱？等着看好戏吧，这2条人命只是在为这场大戏拉开帷幕而已。杨连长头皮发麻，一路过来，他简单的打听到了一些消息，以为自己多少能揣测出这位秦队背后的能量，可现在看来远远不够。三王村外，黎队长和几名警员正缩在早就熄了火的汽车内，他们浑身战栗，看着秦阳带着对战士从三王村中走了出来，直到看见军方人员开着军车将这些人全部接走之后，黎队长等人才敢出声。黎队，完了，咱们要完了！黎洛脸色苍白，六神无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黎队，想个办法啊！看这架势，白少这次恐怕是踢到了一块铁板上，可真要是追究的话，咱们也跑不了了。一旦那小野种嘴贱说出我们曾经去过那，但又离开了，到时候一定会顺藤摸瓜查到我们了。要是那样，我们就全完了。是啊，黎队，赶紧支个招啊！我们这一趟可是全程都在听你的指挥行事，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黎洛没有接话，而是低头思索着。混蛋，好事抢着上，背黑锅，想起我了。黎队，你先别说气话，还是先想想对策吧。我总有种感觉，咱们海岛的天快要塌了，那可是直升机以及军方力量啊！这人到底什么来头？黎洛没有接话，而是低头思索着。几分钟后，他抬起头颅，沉声说道：“你们觉得以秦局的能力和地位，能不能保住我们？”别开玩笑，那可是军方力量。可是这趟来三王村却是江署长的安排，如果他保不住我们，那对他自己来说，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那怎么办？要不要提前给江署长联系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只能如此了。海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医生正用纱布将豆豆红肿一半边脸颊包裹起来，而此时秦阳站在病房外，左思右想后，还是拿出手机打出了一通电话。老师，是我。秦阳，这通电话对面的人物正处于燕京郊区一处被军方部队严密保护着的一座平房内，那是龙国唯一一个曾在全世界优秀科学家羡慕的目光中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泰斗级科学家孙淼院士。听到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孙淼沉声道：“孩子，事情我都清楚了，正等你的消息呢。老师，我需要您的帮助。”没问题。孙淼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你比我要强上太多。如果说我是龙国科技崛起的奠基石，那你必然是那位能挑起大梁的钢鼎者。我绝不允许你受到任何委屈。谢谢老师。秦阳心中感激不已。对方叫白海，背后是一个扎根在海岛群岛的家族。从目前得知的消息来看，这个家族在海岛很不一般。一个地方上的家族，就算再不一般，但面对你，也应该如萤虫蝼蚁一般仓皇逃命。这样一个芝麻大小的家族，你伸伸手指就能覆灭了，怎么会想到请我帮忙？老师，您说的对，如果单单只是覆灭一个家族，这样的程度，凭借我自己便可以轻松处理。那你的意思是？说着，孙淼似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提高了音调。不对，孩子，你到底想做什么？覆灭一个这种程度的家族，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可我要做的不仅仅是覆灭，而是毁灭。北疆徐将军已经疏通了一切关隘，用不了多久，便会有数千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北疆战士赶赴海岛。届时，我要让所有和白家有关的人物尽数消失在这个世上。听说在海岛有无数人都和白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那我便顺着这纤细藕丝将他们一一揪出来。听说海岛他们白家扎根多年，整个海岛从上到下无不能看到白家的脉络，那我就颠覆整个海岛，把海岛从里到外好好清洗一遍。这些年，龙国发展迅速，到了如今，哪怕是在国际上仍能稳稳立足，为人民免除战争的威胁，带来安定和谐的生存空间。可是发展迅速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便会滋生出一些社会的毒虫。这些人掌握权势钱财，便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觉得普通人便能随意欺压凌辱。他像是在劝说秦阳，又像是劝说自己。孩子，我帮你。我已经老了，没有几年活头了。这一次也算是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这个国家释放出我最后的余温吧。其实，孙淼明白自己这个最出色的学生并不太需要他的帮助，只是因为尊重自己，怕连累自己，所以才郑重其事的打来这个电话，告诉自己他的想法和打算。又寒暄了几句，秦阳挂断了电话，接着立即打给了一位曾经的老同学。喂，李思彤，是我。秦阳，嘿嘿，
老同学，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说吧，想要我这个在国安任职的同学做点什么？那人叫白海。白海，我有印象，他父亲好像是当代白家掌权人，叫白银川。白家不仅掌握着数家百亿市值的大公司，在政治体系上，白家也在同步发展，其中爬得最高的，具有海岛省高级长官的地位。正是因为政商同步发展，所以他们才敢在海岛肆无忌惮，无所畏惧，言称自己是海岛的土皇帝。谢了。另外，我想请你帮我从现在开始，我需要24小时时刻定位白家所有人的手机信号，我要确保不会遗漏任何一位白家的人。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如烟的手机定位。没问题，你稍等，我马上就安排人去查询。谢谢。别客气了，老同学。在知道你身边出了这样的事情后，我们这些同学们都在等着你的电话，只要你需要，我们所有人都会站出来帮你。谢谢。都说了，别客气。而且我们领导不久前同样严肃地告诉我，无论你提什么要求，都要全力帮助护国功臣，不可辱之。刚挂断电话，秦阳便收到了实时定位链接。打开后的网页是一个有着红色光点的地图，此时红点正在不停地移动着，那红点应该便是柳如烟的位置。正查看时，刚通过电话的李思彤突然再次打来了电话。祁阳，一切小心，我们刚刚查到柳如烟的手机定位是和白海重叠在一起的，并且还在不断地朝着西北方向移动着。我知道了。不，最关键的是，他们旁边还有着100多个手机信号的产生，这意味着白海此行身边至少跟着100多个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会的。结束了通话，秦阳暂时将豆豆交给2名北疆来的战士照看，柔声说道：豆豆乖，你先在医院里休息，这2个叔叔会陪着你的。爸爸，你又要离开吗？豆豆泪眼婆娑地看着他，又要离开，这话让秦阳呼吸一滞，他强笑了一声：不会的，爸爸这次是要去把妈妈找回来，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真的？真的。那爸爸你快一点回来，别让豆豆等太久，好不好？好，我答应你，快去快回。说完以后，秦阳低头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然后转身离开。在走出医院走廊时，秦阳侧头看向杨连长：只有这么些人，够吗？杨连长不解，询问道：对方人很多吗？得到的消息是有着将近200人，是否持有枪械等装备，暂时还不清楚。杨连长脸色难看，要是突击的话，别说200人，再翻1倍都不成问题。但是咱们这是救援行动，刘小姐毕竟在他们手中，我怕。正说着，秦阳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我是秦阳。电话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嘈杂的噪音中夹杂着一声大吼：首长好，海岛军区第7装甲连前来报道。首长，应海岛军区总司令的命令，我们现已抵达海岛市，将随时听候首长指挥。秦阳眉头松了几分。辛苦了。挂断电话，秦阳再次踏入直升飞机，在一阵轰鸣声中，飞机朝着柳如烟的手机信号显示处飞去。而在飞机上，秦阳的手机却是又一次响了起来。首长好，海岛军区尖刀特种大队向您报道，报给首长。接海岛军区总司令的命令，我们目前已经抵达海岛，其中部分队员正乘坐于黑鹰号直升机，跟随在首长身后，随时听候首长的命令。秦阳听到这话，透过窗口朝着外面看去，果然在苍茫云海中，2架直升机正如尖刀般破开茫茫云雾，紧紧地跟在他们后方。只是和他乘坐的直升机不同，这2架直升机都带着绿色条纹，看起来格外霸气。而且这2架直升机的下方还依稀可见有着机枪和火炮，在舱门处还衍生着一条绳梯。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绳梯上垂挂着几名浑身迷彩、带着各种武器装备的特种兵，他们看上去竟是没有丝毫的保护措施，就那么依靠双手的力量垂挂在绳梯之上，似是随时都在准备着快速空降一般。秦阳看到这一幕，感激道：谢谢了。您客气了。来之前，我们总司令说了，我们龙国的第1艘航空母舰是您与孙淼院士亲自设计督造的，这让我们海军的威慑力成倍提升。而且我们军中的远程遥感智能机器人也是您亲自设计研发的，这让我们这些战士在面临危险任务时，可以不再拿人命去堆这些小巧的机器人，降低了我军战士80%的死亡率。该说谢的是我们才对。另外，包括我手上的微光瞄准镜，也同样出自您手。而且总司令还说，您现在担负着一个更重要、更伟大、更严峻的工程，您辛苦了。在我们心中，您是最伟大的护国功臣，更是军神。秦阳虽然没有军职，更是未曾上过战场，但他参与的每项研发都能大大减少战士的伤亡。曾经许多只能靠人命去堆的危险任务，如今已经不会再有牺牲。杨连长听到这些话，呼吸都加快起来。他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这么厉害？看来这是条大腿啊！我得报警了。白家当代家主白银川正端坐在1楼大堂的太师椅上，他听着手中电话内不断传来的话，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带着几个战士，你亲眼看到的。是的，我虽然没看到，但我的手下却是亲眼所见。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人带着几个战士，然后他亲手开枪击毙了那2人。旁边的战士头头还想阻拦，但他没听，直接就开枪了。胆子不小啊！那几个当兵的是谁？该死的，难道是他的靠山来了？竟然还敢杀人！查清楚是谁没有？是不是柳家？胆子倒是不小，竟然为了一个臭娘们和我们白家作对，是不是活腻了？
胆子不小啊！那几个当兵的是谁？不太清楚，不过听他说，他是咱们海岛军区驻扎在海岛的一个连长。至于另外的一些人，就更不知道了，他们一副也没见过。连长杨毅，白银川微微皱眉，眼中满是肃杀之意，真是不知死活。哼！一个小小的连长，竟然敢杀我们白家的人，谁给他的胆子？就算是他的顶头上司孔团长见了我，也要礼让3分。他一个区连长怎么敢？电话中，海岛市局署长江景明脸色跟吃屎了一样，还难看。白家主，要我看这件事还是大家都退一步，不如敞开了谈谈，尽量还是息事宁人的好。息事宁人？呵呵，他杀了我们白家的人，你让我息事宁人？在这海岛的地界，还没有人可以让我们白家吃了亏，还闭口不提的。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海岛，赤龙的给我盘着，赤狐给我卧着，也要给我们白家老师赔礼道歉。说完，直接便挂断了电话。这时，一个打扮秀丽的中年妇女从大堂门口走了进来。银川，怎么了？远远的就听到。话刚说一半，白银川猛然抬手一巴掌挥了过去。怎么了？你还有脸问？还不是你教的宝贝儿子，整天就知道惹事，这一次更是给我惹了大麻烦，怕是踢到了铁板上。中年妇女一听这话，也顾不得脸上的伤痛，急忙问道：啊，小海惹到什么不该惹的人了吗？暂时不清楚，不过对方是坐着直升机来海岛，而且随行的是驻扎在海岛的连长杨毅，现在已经开枪射杀了小海的2个手下，他敢直接开枪杀人，你说说是不是踢到了铁板上？而且对方还能直接给海岛高层对话，就连省里的李厅长都打过电话询问这件事，足以见他来头不小。中年妇女听完后面露杀气，还敢杀人，他好大的胆子，是觉得和省里有点关系就能在海岛无法无天了？那个杨毅又是哪棵葱，竟然打算和我们白家作对？白银川瞥了他一眼，杨毅估计是想借助他背后省里的关系往上爬，但他没料到那小子是个十足的愣头青，在拿过他的枪后直接就敢杀人。我估计杨毅也没想到，不然当他知道那2人是我们白家的人，他说什么也不会来的。只是他能让省里出面，也是不小的来头。这次小海确实是惹了大麻烦了。那怎么办？小海可不能出事啊！放心，他如果没有杀我们白家的人，我还不介意让小海吃一次亏，让他长长记性，以后少给我惹麻烦。但是对方越界了，他最不该的是杀人了。在外人看来，这和打我们白家的脸没什么两样。现在这已经不单单是小海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白家的脸面问题。中年妇女听到这里，微微松了一口气。在她心中，只要是在杀人，只要她的男人白家家主愿意出手，那自己儿子一定不会有任何的事情。他既然敢越界，不管不顾的杀我们白家的人，得罪我们白家，那就别想安然走出海岛。我不管他什么来头，这一次就算省里领导说情，我也不会答应。不过这件事以后，小海必须给我禁足，没我的许可，不许离开海岛。这一次，我们白家看来要活动一下。女人站在一旁，不敢言语。这时，白银川看向一直候在大堂中的徐管家，你打个电话提醒一下小海，别一个不小心阴沟里翻船，再到对方手里，让他小心一点，保护好自己。是。管家点点头，转身离开。而白银川则是靠坐在太师椅上，微微沉思后，拿出了手机。他想要先搞清楚这个愣头青到底是什么身份，这样才能决定好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对付他。如果来头不大，那他别想走出海岛；但要是来头特别大的话，那就要酌情处理。但最少也要剐掉他一层皮。这般想着，白银川一连打出了好几通电话。可这几通电话过后，他却发现他的这几个位高权重的朋友，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秦阳的身份被。而且最诡异的是，他发现似乎他的这几个朋友好像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似乎怕惹上什么麻烦似的。电话挂断，白银川眉头高皱，看来还真是来头不小啊！竟然让这墙头草都呈现一面倒的趋势，生怕沾上麻烦。不过你来头越是大，那我们白家在解决你之后，立威的效果越是出众。沉思了许久，他再次拨出了一通电话，良久，电话才接通。我说过，除非紧要关头，不然不要给我打电话。大哥，眼下虽然不算特别紧要，别叫我大哥。自从入赘了许家，我就已经和白家没什么关系，也早就不是你大哥了，叫我许部长。白银川眼中浮现出一抹不屑，但还是一脸谄媚。虽然没有到紧要关头，但眼下白家确实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许部长，这次如果你不伸手拉一把的话，以后海岛再没有白家了，咱们一起成为无家可归的浮萍吧。沉默良久后，电话中才传来悠悠回应。说。白银川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电话中再次沉默，足足2-3分钟后才开口。乘坐直升机抵达海岛，还有驻扎在海岛的连长杨毅同行。没错，如果真是这样，那你想的太简单了，这已经不单单是依靠省里的关系了。什么意思？省里的高层做不到直接命令驻军，只有海岛军区的人下达了命令，杨毅才会行动。换句话来说，你所说的那个人同样有着军区背景。白银川皱眉，双眼中流露出些许冷意。没想到还是小瞧了对方，竟然在军方也有人。不过
他也只是调动了一个连长罢了，能量也大不到哪去。而在海岛，我倒是有一个干爹，现在已经做到了海岛军区秘书长一职，就连海岛军区的总司令都对他青睐有加。等下我和他联系一下，请他出面帮忙把这件事情摆平。白银川心里震惊不已。对了，那个人好像和省里的高层也有关系，之前李厅长还亲自打电话询问。没事，我会处理的。许部长满不在乎，丝毫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虽然我只是宣传部的部长，但毕竟在燕京任职，省里的高层都会给我几分面子。那太好了，谢谢大哥，还得是大哥，大哥一出面，什么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别说好听的了，管好白海比什么都强。还有，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儿子要是再惹下什么白家处理不好的祸事，我不会再过问，省得哪天不小心惹下滔天祸事，连累白家不说，甚至把我也拉下水。大哥，你说的太严重了，小海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您可是远在燕京城的部长，他怎么会把你拉下水？你太高看他了。我没开玩笑，你自己多留点心眼，好好管教管教。我会的，我已经打算将他禁足，他不会有机会走出海岛，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在海岛待着，他总不会惹到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不成？而与此同时，海岛西郊的省道上，一辆跑车带领着40多辆奔驰宝马正在省道上疾驰。跑车内，白海放慢车速，听着徐管家的电话，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该死的，难道是他的靠山来了，竟然还敢杀人？查清楚是谁没有？是不是柳家？胆子倒是不小，竟然为了一个臭娘们和我们白家作对，是不是活腻了？关门！一个不留！枪声也在不停响起。在柳如烟的一大片的嫣红显现，而出粗炭之下，至少将近20人无力的倒下。柳如烟却是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只是抬着头颅，不管不顾地看着那道阔别6年的身影。少爷，眼下你还是先回家避避，尽量多召集一些人，保护好自己。家主正在联系人处理这件事情，在这期间，你可千万不能栽到对方手里，不然说什么都晚了。知道了。白海下意识的点头，然后挂断了电话。回击到自己的小命，白海还是很用心的。他拿着手机想都没想，便给自己的那些兄弟们打去了电话。强子，我在西郊省道附近，你多带些人过来接应我一下，把家伙带上，能来多少人来多少人。有人要找我麻烦。啥玩意？找你的麻烦？没开玩笑吧？在海岛竟然有人找你白大少爷的麻烦，他是吃了熊心还是吃了豹子胆？又打出了好几通电话后，白海提着的心才放下不少。他看了看围绕在自己身边的100多号小弟，再想想马上就能打来的100多人，他的安全感便再次回归。到时候在将近300人的护持下，我就不信对方还能翻天不成。话说到底来的是谁？会是什么身份？又为了什么跟自己作对？难道真的是为了柳如烟？如果真是如此，你就等着死吧。眼下白海不再朝自己的窝点赶去，他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查到自己的窝点，是不是已经埋伏在那里，所以索性待在原地等了起来。等人都到齐了，他才有继续赶路的底气。而此时待在车队另一辆车里的柳如烟，茫然地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他内心惶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敢询问，只是担心豆豆现在有没有事情，担心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他不怕死，这么多年都是苦着过来，死亡对他来说甚至算是某种程度的解脱。但他怕的是他死后豆豆怎么办？豆豆还太小，还没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他放心不下，可又找不到丝毫的活路。想到这里，他的心中便涌现出深深的绝望和无力。10几分钟后，伴随着车辆的轰鸣声，几十辆车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这里。等身边汇聚的人越来越多，白海一直悬着的心彻底放松了下来。他和别人打过招呼，寒暄了一阵后，来到柳如烟所在的车旁。贱人，看来你的来头不小啊！在海岛竟然有人肯为你来找我的麻烦，说是不是柳家的人？是不是你求他们来的？为了我。柳如烟心中一震，这一刹那鬼使神差的，她想起来了刚被带上车前豆豆喊出来的话。我和爸爸打了电话，爸爸马上就要来救我们。是他吗？他真的还活着吗？这一刻，柳如烟脑海中浮现出了秦阳的面容，浮现出了2人在一起时的点滴画面。可想着想着，柳如烟便叹了口气，因为她说服不了自己，她怕抱了太大希望，最后却是失望。至于白海说的柳家的人，那应该也不现实。想着想着，柳如烟也迷茫了。白海见柳如烟久久不语，只是莫名其妙的开始哭泣，心中一阵烦躁。贱人，老子跟你说话呢，装尼玛的呀！轰隆隆，正说着，从西南方向的天际上传来了一阵轰鸣声，而且越来越响。白海微微皱眉，抬头朝着那个方向看去，只见天边出现了几架直升飞机，且正急速的朝着这边飞来。在场的将近300多号小弟也同样停止了交谈，抬头朝着天边看去。车里柳如烟也听到了这一阵轰鸣声，他抬头朝着100米外的高空看去，下一刻，视线仿若穿透了空间的阻碍，他看见了一个青年正在直升飞机上将身子探出舱门，满脸焦急和紧张。他是秦阳，是我的爱人，他来了，他来接我回家了。柳如烟再也忍耐不住，他猛地推开车门，如疯魔般冲下汽车，朝着直升机的方向奔去，努力挥动手臂，只为了能让自己的爱人看到自己。飞机上，秦阳也哭了，他带着清泪，看着下方那道熟悉又陌生的亮丽身影，让秦阳的内心再一次被杀意所笼罩。如烟，我来了，等我。白海听到哭声才反应过来，赶紧来几个人，快点把这人给我抓回来！尼玛的，竟然是开飞机来的，这男的
什么身份？白海不傻，反正人已经得罪了，现在只能暂时控制住柳如烟，这样他才会不处于被动中。旁边有个小弟傻眼了，白少，那些人好像是特种兵，他们带的有枪，有枪啊！有枪怎么了？这里可是海岛，面对我，他敢开枪吗？我可是白家的少爷，开枪的话，除非他不想活了。也对，白家在海岛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对方有枪怎么了？我们这么多人，还能全杀了不成？想到这里，当即便有小弟朝着柳如烟冲了过去。可在他们动身的同时，两架武装直升机上也在同一时间响起了狙击枪上膛的咔嚓声。监道特种大队的队长在耳麦中怒吼：“速降，保护刘女士！所有想要靠近刘女士的匪徒，直接击毙！”是。响彻天际的声音传来，大口径狙击步枪开火的声音，甚至短暂盖过了直升机的轰鸣声。地面上2名朝着柳如烟冲去的小弟，当场便被这威力巨大的狙击枪给爆头了。直升机急速降落，关门，进不了。枪声也在不停响起。柳如烟，一大片的烟火显现，而初粗看之下，至少将近20人无力的倒下。柳如烟却是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只是抬着头颅，不管不顾地看着那道阔别论文的身影。秦阳焦急不已，踩在嫣红的血液里，他快速朝着柳如烟扑去。中途有些还剩一口气的困惑，想要伸手去抓秦阳，但还没看出手，就被秦阳身后的北疆战士就是2枪彻底将其击毙。秦阳连回过头看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他眼中只有柳如烟。秦阳飞快地奔到柳如烟面前，这一刻，两人眼中竟都带着思念和激动。秦阳猛地抬手，将柳如烟用力地拥入怀中。是你吗？真的是你回来了，秦阳，我好想你，这不是做梦吧？秦阳，抱紧我，千万不要让我醒来，不要再离开我。柳如烟边说边哭，泪水打湿了秦阳的衣襟。这么多年来，他心中积攒了数不清的委屈和对生活的困惑。柳家的人将他视作耻辱，赶出了家门。这么多年了，他靠着自己，独自将豆豆拉扯到这么大。不管再苦，不管再累，不管听到什么流言蜚语，他一直是自己扛着。因为秦阳不在身边，他连一个能诉苦的人都没有。而在此时此刻，在自己爱人的怀中，在自己爱人的身侧，他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依靠。都怪我，是我的错，是我回来的太晚了，对不起。秦阳声音沙哑，紧紧地拥抱着柳如烟。如果早些知道这一切，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这么多苦。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担心你因为我而受伤，所以我悄悄地离开你。只是没想到我的离开会导致如今这一切的发生，对不起，如烟，对不起，都怪我。柳如烟安静地听着，见秦阳如此自责，她突然笑了，从秦阳的怀中抬起头，然后抬手拥起秦阳的脸庞，狠狠地亲了下去。旁边是尸身血海，高空是悬停的飞机，不远处是不断响起的枪声，以及那些混混哭爹喊娘的嘶吼声。但这些却不能打扰他们分毫，他们只是深情地拥吻着，这是他们互相亏欠对方的深情义务。柳如烟扫了一眼充当人墙般将他们围在正中央的战士，问出了早就藏在心头的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告诉我你的身份了吧？或许给我打马虎眼，告诉我你的身份来历。要是你再次消失不见，不管在哪，我都要带着豆豆去找你。哼！现在放了我，我可以保证安排白家的人处理这件事，保证这消息传不出。秦阳将刚刚捅进他裤裆的短刀拔了出来。军神，他是我们龙国军神，更是龙国护国功臣无双国士。刘小姐您好，海岛军区第3团7连连长杨毅向您赔罪。啊！柳如烟先是震撼，紧接着又有些茫然。茫然的是，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给自己赔罪。没能保护好您，就是我们这些战士最大的罪。柳如烟疑惑，回过头上下打量着秦阳。军神、国士、功臣，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时，一直在指挥作战的监刀特种大队队长走过来。首长，部分匪徒开车逃跑，请指示。秦阳视线越过人墙，看向那些吓得抱头鼠窜、哭爹喊娘的恶人，再回过头看看脸上满是乌青的柳如烟，他眼中尽是肃杀之意。白海绝不能逃，更不能死，我要活的。逃命啊！快逃啊！啊！天哪，他们真的敢开枪，真的敢杀人！该死，那是狙击枪吗？他们竟然连狙击枪都有！该死的！哎，这惹的是什么人了？太狠了！所有的小弟这一刻无不抱头鼠窜，痛哭流涕，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是谁？他到底是谁？绝对不会是海岛人，海岛没有这1号人物。该死，他竟然真的敢不管不顾的开枪！我要回家，必须赶快回家，只有回家才能保证我的安全。哼，在海岛，我就不信有人敢在白家杀人。白海的跑车开得极快，离家越近，他眼中希望的光芒越盛，心中复仇的焰火也更加浓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道路前方一阵奇怪的响声突然传了过来，坐在他车上的强子被吓得不轻。这是发生了什么？不会是地震了吧？白海摇了摇头，还未来得及细想，身后的天空也响起了熟悉的直升机轰鸣声，他心乱如麻，只能加快速度朝前开去。可是下一秒，在前方的道路上，数辆他只在电影中见过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让他肝胆欲裂。那东西顶着长长的炮口，正并排停在前方的道路上。卧槽，哪来的坦克？真的假的？坦克怎么会停在这里？有没有搞错？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吗？那王姐归来吗？白海脸色难看，可他纵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放肆。见这些坦克安静地停在路上，他也只能慢慢开始倒车朝后退去。强子脸色苍白，白少，这坦克不会也是冲着你来的吧？怎么会？这可是坦克，又不是要打仗，谁能轻易调动这
这么多坦克，至少整个海岛没人能做到，包括我们白家。我看应该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不然就是在拉练。他这些话不单单是在安抚强子，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自己不就是泡个女人吗？开着直升机来抓我也就算了，这坦克绝对不可能的，太夸张了。没有听说过谁因为泡个女人被人用坦克抓的。他倒着车，稍微和这些坦克拉开一点距离，然后打算掉头重新从别的路回家。可这时他便发现了几辆十分眼熟的车正朝着这边飞快驶来，已经离自己没有多远了。该死，白手怎么办？好不容易逃出来，千万不能落在对方手里，这些人太狠了。白海心里焦躁不安，眼神中不由升起了诸多恐惧，他不敢再往回走了。他将汽车重新朝前开去，来到坦克车附近，从车窗内探出脑袋，大声地冲着那些坦克：“我是海岛白家的白海，是白家家主的儿子，各位大哥，麻烦让条路好不好？求求你们了，后面有人要杀我，能不能让我先过去？事后我们白家一定有重谢。”在他的叫喊声中，停在最前面的几辆坦克最上方的盖子打开了，他心中一喜，还以为是自己的叫喊起了作用。他焦急地打开车门，走到那几人面前：“大哥，我是海岛白家的人，白家家主是我父亲，快把坦克挪一下，让我过去，后面有人要杀我。等我回到了白家，我一定让我们白家好好感谢你。”可面对他的话，那几名从坦克中走出来的战士像是没有听到似的，他们一个个如标枪一般站立在坦克面前，目光火热地看着已经来到近前的那几辆车。等那几辆车停好后，秦阳从其中一辆车上走下，那几名站在坦克前的战士突然齐刷刷地朝着秦阳行了一个军礼。首长好，海岛军区第7装甲连向您报道，请您下达指示。这一刻，宛若一道晴天霹雳，直刷刷地劈在了白海的脑门上。首长下达指示，这些人、这些坦克是他找来的。白海茫然无措地看着面前的庞然大物，顿时感觉空气都粘稠了几分。秦阳冲着那些敬礼的战士围了一个军礼。我要活的！白海还想要开车逃离，那几名战士齐刷刷地抬起枪，直接射爆了跑车的轮胎，接着来到近前，枪托用力地砸在车玻璃上。白海被这些战士像是拎小鸡仔一般，被这些战士从车内拖了出来，致死。此行营救柳如烟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至于白海的那些小弟，已经被直升机上的狙击手尽数击毙，其余的也被部分留在原地的战士看押着。别墅内，白银川听着手下的汇报，脸色骤变。你说什么？小海被抓了，好狗胆，竟然真的敢动我儿子！我要你死！你先去照顾豆豆，而我和白家的清算才刚刚开始。白海被绳索缚住手脚，跪在地上。可即便如此，他仍是满脸凶恶地看着秦阳。我劝你最好还是放了我，我是白海，是白家的长子，更是唯一的独苗。你要是敢伤我分毫，我们白家一定不计代价也要灭了你。你也算是大有来头的人，应该多少知道一点我们白家的能量。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没必要照着两败俱伤拼下去。我承认我抓了你的女人是我的不对，但我不是还没做什么吗？你也杀了我这么多人，我们两清了。对于我们这种上等人来说，最看重的不是利益吗？一个女人不至于让我们彼此大动干戈，伤筋动骨，最终被别人得利。上等人。刀，身旁的北疆战士直接抽出随身携带的军用短刀递了过去。白海抬头看着面无表情的秦阳，手持短刀来到了他的身侧。那一刻，他心中再次恐慌起来，想要开口求饶，可突然想到，若是他看到自己软弱害怕，觉得白家好欺负，并没有那么强大，会不会当场杀了自己？念头及此，白海大喊起来：“别以为你能唬得住我，我可是白家的少爷，而且你和这些臭当兵的竟然敢杀这么多人，你这是滥杀无辜，是屠杀，你完了！”如果不放了我，回头舆论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到时候，哪怕你来头再大，背景再深厚，也没人能保得住你。群情激愤下，你没有一点活路可言。现在放了我，我可以保证安排白家的人处理这件事，保证这消息传不出。秦阳将刚刚捅进他裤裆的短刀拔了出来，嫣红的血液顺着滑如镜面的短刀朝着地面滴落。喜欢泡我女人。接着拿出了之前在他身上搜出来的手机，直接给白银川顶了出去。白海现在在我的手里，我给你2个选择：一，白海死了以后，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全部认罪伏法，你亲自前来赔罪，此事便算是结束。2，或许你可以尝试着为你儿子复仇，看看你们整个白家有没有这个实力。电话中，白银川的呼吸加重，沉默良久，他终于爆发：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挟持我儿子？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有任何损伤，我一定将你挫骨扬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在海岛想和我白家硬碰硬，你算老几？你是在找死！果然，你还是选择了第2条路。那么你现在可以听一下你儿子最后的遗言了。说着，他将电话放在已经痛得死去活来的白海面前。啊，疼！你该死！疼啊！救命啊！救我爸！你快来救我！爸，他验了我！爸，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正说着，秦阳已经站在他的身侧，一刀刺出，寒芒掠过，短刀直入白海的脖颈。血腥之路一旦踏上，注定回不了头。小海，你怎么了？说话呀！你怎么了？
老爷，白家的独苗让人宰了，真的让人宰了呀！就死在西郊，据说尸体被发现时，连下体都被人阉掉了。白家家主看到尸体后，怒火攻心，气到吐血，扬言一定要对方付出血的代价。小海，你怎么了？说话呀！你做了什么？小海，该死的！你回答我，你干了什么？电话中，白银川似乎是预料到了什么。如你所料，我结束了他的痛苦。另外，我提醒你一下，既然你选择了第二条路，那么白海的死便只是一个开始。从这一刻起，海岛白家名存实亡。你可以发动一切的能量来找我复仇，或者等待我找上门去。对了，我叫秦阳。说罢，秦阳挂断了电话，转身离开。地面上血流如注的白海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整个人无力的瘫倒在地，慢慢在恐惧中等待死亡降临。一直在旁边等候的杨连长见秦阳办完了自己的事情，他走上前来，拿出一个包装的严严实实的 U 盘。见秦阳面露疑惑，杨连长解释道：“这里面记载了白家这几年在海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仅以白银川和白海这对父子犯下的谋杀、强奸等不下百起，同时其中还记载了部分白家洗钱、逃税、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何没有一早给我？”白家极为深重，不止在海岛盘根错节，在省里也有一定的关系，甚至传言哪怕是在更高的位置，也有白家的人在不确认一定能办到白家之前，这东西我不敢轻易拿出来，毕竟机会可能只有一次。一旦这些东西露面，还没产生相应的效果，那再想搜集这么多的罪证，可是要麻烦得多，更是不知要死多少人。从此刻开始，不管任何人，只要有白家的犯罪证据，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内，我秦阳向你们保障，3天内务必将整个白家连根拔除。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起，海岛已经意味着要变天了。大地震即将到来之前，海岛所有排得上号的家族势力，听闻有人要找白家麻烦，也只是摇头轻笑，感叹一声不知天高地厚。可此时此刻，因为白海的允令，整个海岛就像一湖烧开的沸水一般，在难以维持平静。所有海岛收到这个消息的家族全部彻底轰动起来。海岛孙家，一个资产达到近100亿的顶级豪门家族。老爷，大新闻，绝对是爆炸性的大新闻呐！别一惊一乍的，能有什么大新闻？老爷，白家的独苗让人宰了，真的让人宰了呀！就死在西郊，据说尸体被发现时，连下体都被人阉掉了。白家家主看到尸体后，怒火攻心，气到吐血，扬言一定要对方付出血的代价。什么？听到这个新闻，即便是修身养性多年的孙老太爷也猛地惊叫一声，早就久经世事、波澜不惊的内心也忍不住跳起来。倒不是他们孙家和白家有什么紧密的关联，而是同为海岛的家族。他深知白家的恐怖，对于有人竟然敢动白家的人，更是直接把白家的独苗给宰，这让他内心震撼无比。多少年了，多少年没有人敢挑衅白家，这一次更是直接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孙老太爷压下心惊，深吸一口气。是谁？这个秦阳到底是谁？整个海岛市，甚至是整个海岛省，也没听说有哪个大家族、哪个权贵是姓秦的呀？这家伙哪里冒出来的？他不知道白海是谁吗？不知道白家有多恐怖吗？竟然说杀就杀，甚至还淹了白海的小鸟。何止是捅破了天，老爷，我看他就是想把这海岛的天给掀翻。什么意思？老爷，咱们整个海岛省，不管是家族还是权贵，甚至就连一些有点钱财的富商，都收到了一封邮件，署名便是秦阳。我们孙家刚刚也收到了，邮件上说他将搜集所有和白家有关的违法犯罪证据，只要有的都可以发送邮件给他，他要在3天内将整个白家覆灭。此话当真？下辈子不要认识我，好不好？他没有妥协，是自杀了。他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可他没有护住他。此话当真？此话当真，老爷。这是直接将问题摆在明面，打算和白家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他秦阳怎么敢的？杀了白海，他还不赶快走，第一时间离开海岛避避风头。现在竟然还敢公然挑衅，这是当白家不存在吗？当白家不会发火？老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咱们这些年可没少受白家的欺负，没少遭到白家的打压，每年更是要将咱们孙家的一部分收入上缴给他们白家，甚至就连他们白家的一个下人也敢在老爷您面前耀武扬威的。要我说，正好咱们掌握着一些白家的犯罪证据，眼下那个神秘莫测的秦阳正在收集这些东西，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扳倒白家的好机会。住嘴！这几10年了，举报白家的人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人了，可那些人时至今日，你还能看到几个？哪怕有些人已经悄悄跑到了燕京去举报，可又有几个回得来的？他们那些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严重一点的严家人都尽数消失，难道你还看不出问题所在吗？孙老太爷摇了摇头，满脸可惜。
这次的事情虽然闹得大，但同样的也将白家得罪死死的，杀了白家的独苗，惹怒白家，还在整个省里收集白家的罪证，这是向白家正面宣战。可白家是好惹的吗？这一次被惹怒的白家必然会展开雷霆报复，那个叫做秦阳的下场，我已经可以预料到了，他所面临的一定不会是死那么容易的事。管家脸色微白，似是想起了白家的恐怖，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的。难道就没有人能治得了白家吗？他们还要当多少年的海岛土皇帝？海岛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谁知道呢？孙老太爷低头叹息，他想起来20多年前的一幕幕。那时他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值大婚。可在大婚前，他的未婚妻被当时的白银川看上，再然后，对方公然派人掳走了他的未婚妻。家族知道此事后，虽然愤怒，但碍于白家的威慑，只能选择妥协，放弃了婚事的举办。而自己虽然有着满腔朋友，只身前往白家，但最终还是未能救出未婚妻。等他再见到自己的未婚妻时，对方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还记得当年的爱人满脸嫣红血迹，看到他后结结巴巴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下辈子不要认识我，好不好？他没有妥协，是自杀了。他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可他没有护住他。与此同时，柳家家主柳成正在召开家族会议。听说有人公然对白家宣战，还杀了白家的独苗。对于此事，你们有什么想法？静观其变，和白家宣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杀了白海，这无异于彻底把白家得罪死。他们之间已经是死仇，没有丝毫退步的可能。不管对方身份如何，白家必然是要除之而后快的。可你们想过没有，这个秦阳他敢杀白海，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对白家宣战，难道就没有一点依仗，没有一点背景吗？依仗背景，别开玩笑了，他背景再大，哪怕省里也有他的人，可白家就没有吗？还是说你们觉得白家的背景最多只能到省里？这个秦阳应该不是本地人，不知道白家的恐怖形势，又鲁莽了些，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家主，您做决定吧。这一次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卷入这场纷争？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中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作为白家的独苗，秦阳说杀就杀，一点顾忌都没有。突然，家族的会议室门外响起了沉重的敲门声，说话被打断。柳成眉头皱起，冲着房门大吼一声：“谁这么不懂规矩？不知道正在开家族会议吗？”家主，是我。家主，我有件事需要汇报，很重要的事情，真的特别重要。家主，您必须听一下。好了好了，不要看了。他低着头，模样有些不安。一直都是这样子吗？柳如烟局促的点点头，像是被抓到偷吃糖果的孩子似的。我也想给豆豆最好的，但是我能力有限，赚不到太多的钱。我已经尽力了，可还是过得一塌糊涂。对不起。家主，您吩咐我去查那个秦阳的身份，我查到了一些线索，是关于他为什么和白家宣战的原因。我觉得必须第一时间禀告给您。柳家众人顿时来了兴趣。什么原因？是啊，要么他和白家有什么深仇大恨，不然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对白海出手，得罪了实力强大的白家。是大小姐，是因为大小姐，因为柳如烟小姐啊！什么？你说什么？众人惊呼，会议室内直接炸开了锅。因为柳如烟，因为那个有鲁门风的女人，你确定是柳如烟？没查错吧？是的，我确定，非常确定，就是因为如烟小姐，秦阳才会杀死了白海，并和白家宣战。现在整个海岛大大小小的家族势力基本都传开了，因为如烟小姐被白海追求，但屡遭拒绝，求而不得，白海才绑架了她，打算用强，扬言还要将如烟小姐的女儿弄死。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事把秦阳引来了。他先是救出如烟小姐的女儿，然后又杀了白海，接着便是对白家公然宣战。管家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和柳家众人说了一遍，所有人听完后都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会议室内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大家之前还商议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保持中立，随便他们狗咬狗，不管谁胜出，反正对柳家都没有任何影响。可现在倒好，因为柳如烟的关系，他们柳家直接被卷入，成为了局中人。这次必须要站队！该死的柳如烟，你为什么不去死？6年前败坏我柳家门风，让整个海岛大大小小的家族权贵竟都耻笑于我柳家，是我柳家蒙羞，现在又惹出了这么大的事端。白家那可是白家呀，白海看上你，你为什么就没有老老实实从了他呢？为什么要拒绝？白海也是个废物，当初怎么就没有把那个野种直接弄死，断了那贱人的念想？柳成的暴怒让柳家的一些成员都听不下去。大哥，事情已经发生了，如烟也是成年人了，怎么选择那都是他自己的决定，而且豆豆毕竟也是如烟的女儿，是你的孙女。放你娘的屁！老子没有这样的孙女，一个小野种也配当我孙女？她凭什么？她算什么东西？
三叔心里郁闷，我娘不就是你娘？她要是活着，非大嘴巴子抽你！家主，快做决定吧！现在整个海岛，甚至包括省里的一些权贵，已经尽数将目光看向了我们柳家，想要知道我们柳家会如何应对。这一次，这些家族势力好似都不急着表态，想先看看我们柳家的选择。咱们这次恐怕不能再保持中立了。该死的贱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把他逐出家门，当初就该强行拉着他去医院打掉那个野种，然后随便找个人嫁了。选择，可白家那是能好惹的吗？大哥，白家固然不好惹，但事情毕竟是因为如烟引起的，而且现在看来，那个秦阳十有八九就是如烟一直未曾露面的男人。不管你再怎么愤怒，这也是你改变不了的事实。我觉得这一次，不如就站在如烟这一边吧，将我们掌握的那些白家违法犯罪的证据发给秦阳。老三，你想的太简单了，白家的强大你根本想象不到，真要和那些人统一战线，那倒是我们柳家即便覆灭也不是不可能。可那个秦阳看起来也不是好惹的，他的背景太神秘，没人能说得清楚他的来历。以目前他和白家不死不休的局面，咱们要是倒向白家，他也肯定不会轻易饶了我们，这件事必须认真考虑。这样，我先给那些人打个电话。三王村破败不堪的平房处，数十名特种兵以及100多名战士，将这处平房里3层外3层的给围了起来。房子内，秦阳一家3口彻底团聚。之前在医院内，柳如烟做了一番检查，又涂抹了一些跌打止痛的药剂后，确认没有什么大碍，便带着豆豆回到了家里。此时，柳如烟正在灶台烧着饭菜。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在这几年里不仅学会了照顾孩子，就连做饭洗衣也仿若无师自通，变得擅长起来。她时不时的回过头看向那一对正在玩闹的父女。汉马，你在做什么呀？爸爸回来了，今天我们能吃到肉肉吗？豆豆已经好久都没吃了。小馋猫就知道吃，不过你说的对，确实要吃点好的。算了，先不吵了，你等着，妈妈现在就去买。秦阳听到他们两人的对话，内心骤痛。他知道他们过得苦，但也没想到会这么苦，连肉都吃不起。他环视着屋内，接着走到房间角落那台发黄破旧的冰箱前，伸手拉开了冰箱门，里面是2颗白菜和几个土豆，还有好几瓶牛奶。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好了好了，不要看了。他低着头，模样有些不安。一直都是这样子吗？柳如烟局促的点点头，像是被抓到偷吃糖果的孩子似的。我也想给豆豆最好的，但是我能力有限，赚不到太多的钱。我已经尽力了，可还是过得一塌糊涂。对不起。说着，他滚烫的热泪顺着脸颊吧嗒吧嗒的朝地面落去。柳如烟的对不起3字，像是雷鸣般在秦阳耳边响起，一股窒息感油然而生。他强忍着泪水，用力的把柳如烟抱在怀中。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你，是我的错，如烟，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的离开，你们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辛苦。如烟，我秦阳发誓，一定让你和豆豆过上世人羡慕的生活，让豆豆像公主一般成长，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一定会做到，因为我是秦阳。柳如烟止住哭泣，抬头看向郑重发誓的秦阳，她破涕为笑，伸手抚摸着秦阳的脸颊，笑靥如花。每天能看到你，我就已经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那我呢？豆豆要成为公主吗？豆豆抱着秦阳的大腿，嘿嘿傻笑了起来。那以后是不是每天都能吃一次好吃的，每个月都能去游乐园玩一次？秦阳微愣，下意识的低头看向豆豆。不行吗？豆豆吮着手指，小眼睛直转，似乎在盘算着什么。那要不然每周吃一次，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去一趟游乐园。我还没有去过游乐园了，班里的小伙伴们说可好玩了，豆豆只在游乐园门口看。豆豆也想玩。秦阳一把抱起豆豆，心里更加愧疚难安。玩，必须去玩。不仅如此，爸爸回头专门给你盖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园，让你好好玩个够。真的？当然是真的。知道航母吗？老师说过，航空母舰是超级厉害的。那你知道爸爸是做什么的吗？爸爸不就是爸爸吗？对了，爸爸还是超级英雄。